欢迎收看关键时刻。今天中国发生一件事情，全世界都非常的关注。你看到彭博怎么去报道？他说有中国的官员到了拼多多去审计的时候，没有想到审计不成，最后竟然变成互殴事件。我的天哪！拼多多，你竟然敢打中国的官员，你死定了吧！果然，你看到今天拼多多的股价直接掉了下来，而掉了下来之外，其实更严重的是什么？更严重是说，你打的中国官员他到底是谁？他是所谓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，它是什么单位？它可以从科技，它可以从能源，它都通通可以去调查。甚至在2020年的时候，他还对阿里巴巴做反垄断的调查。我简单讲一句，他就是习近平的带刀侍卫，他就是习近平的锦衣卫。当他想砍向哪里的时候，这个企业一定就完蛋了。所以你拼多多不就惨了吗？今天彭博真的吓坏了，竟然有人敢去打习近平的带刀护卫，就是拼多多这家公司，而且是在这市场监管局，就是习近平直属的单位，专门在监督市场有没有不当竞争，还有反内卷。习近平最近不是反内卷吗？所以在欧迪的时间，竟然直接动手打官员了。所以彭博吓坏是拼多多的多名员工跟国家市场管理局总局的官员，竟然直接互相的打起来 ，fighting 起来了。而且他还指明说，这件事情其实在中国是非常罕见的，怎么有拼多多的员工竟然敢去打国家级的官员？他还特别指出2020年的时候，习近平那时候在对付马云的时候，就是由这个单位去监管阿里巴巴的反垄断调查，他其实就是直属习近平的带刀侍卫。而且这我们没有办法想到，今天拼多多竟然去打，而且你看到这英文标题 ，Fit Fire 是什么？是拳击，直接斗殴。拳击我做一个左勾拳、右勾拳，他是这样子打的。国家中央总局的官员竟然被打，所以一下子引起了市场震撼了。彭博一报道之后，整个中国的股板跟美国股市其实都会影响到，中国股板就开始发言了。拼多多真的很拼了，竟然连国家总局的官员都打下去了。而且中国网民说，互殴已经变成中国所谓的所有证券版洗版的一个热门新闻，大家都吓坏了。听到这样，然后美国股市因为它在纳斯达克上市嘛，所以盘前盘后跟开盘马上就大跌，一度跌了3%。这是举全世界都关心的事情。中国出海4小龙竟然大跌为什么？大家担心拼多多会不会跟阿里巴巴一样，它的创办人会不会跟马云一样被抓嘛？因为国家可能监管它，监管得非常严，监管总局已经对他出手了，所以对于他，大家担心的是，他是不是要被对付了？他是不是以后会变很惨？那他会不会跟阿里巴巴一样变成这样的下场？所以股市的反应跟股民的反应是这样，然后国际外电的其实就是担心说监管会变严。其实整个故事完全都是一个误会，你真正把事情搞懂才知道，原来中国整个打来打去都是共产党的官员，这些新创公司其实原来都是共产党官员跟红色家族在控制的。其实整个过程是这样：12月3号，市场监管总局跑到上海的拼多多总部说，我要对你监督调查，欧底3到4天嘛，结果拼多多高层就开会啦，开会说，为什么监管总局会来监督我们，要来调查我们？其实他担心的是，他的副总裁文学跑到小红书，台湾最近禁小红书嘛，他跑到那边上班了，然后所以他们认为是这个文学去捅，你知道吗？去检举，去市场总局去检举说，这家公司什么虚假交易、虚假配送的事情，你要去调查他。因为文学以前就是市场监管总局的官员，跑到拼多多去上班。那拼多多干了什么事？为什么会觉得文学去监督他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拼多多他跳槽到小红书的时候，拼多多竟然干了一件事情，跟黑道没两样，竟然进行了所谓的调查手段，跟踪他，派人跟踪他银行流水，就是检查他银行的账户，看去查他的账户，再来连他快递都偷偷的检查。所以这个文学也对他不爽，可能跑去表他，所以监管总局才来调查他。所以他们认为整个事情是什么？文学捅的嘛，原来是窝里反。原来这个文学他之前是前市场监管管总局的副厅长级，他职位非常大。结果他到拼多多完之后还要闪人，结果你来弄我就找我的前东家来弄你。对，所以拼多多觉得不对哦，你查那么久，双方跟黑道互咬一样，所以拼多多还跟黑道一样，所以当天晚上不是开会说一定是文学搞我们，一定他们弄了，弄我们了，监管总，所以他们就叫劲草跟小树林。哇，天哪，竟然这个黑道一样，内部有2个官员叫做劲草跟小树林，然后劲草跟小树林就说阿灿。
风控负责人这样负责打架，还有刘琼就是政府关系的副总裁，还有于景浩多多买菜的负责人，管很大哦，他其实整个拼多多买菜还管了。这3个人跑去哪里？跑去市场监督总局的办公室叫嚣说来啊吵啊，希望政府官员打他，你知道吗？对，3个跑去叫嚣哦，跑去叫嚣说，你最好打我啊，就在这里打，对，就在这不就是个办公室里面？对，然后希望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因为打了他们3个人就可以把事情了了，结果还真的发生了。他们3个虽然离开了总局办公室，结果总局办公室人追到拼多多的总部，真的打他们3个人了。结果双方变成互殴之后，这样互相报警。结果警方来之后就说：“你们都互相认识，这次有猫腻哦。”官员讲出来说互相认识代表什么？原来他们很多都是跟文学一样。都是市场总局的监督官员，所以就是前上属跳槽到拼多多，下属还在那边上班，前长官跟下属互相在斗殴嘛，双方都想把事情筹下来。结果报警之后，长宁警方根本就不敢动，上海这个长宁区管的嘛，不敢去对他们怎样，只把阿灿领头这个阿灿扣留5天另外2个人刘琼跟尹景浩开车就跑了。长宁警方他有这么怕吗？你打了中国官员，我应该要弄你啊！你就拘留5天，其他人家就走了。很害怕还不只是长宁警方不敢动哦，连上海市公安局都不敢动。结果市场监督总局就当然不满意啊！我是习近平的人，我从中央下来，你们上海来调查，结果你上海市警局也不敢动啊！不仅长宁警方，上海市警局也不敢动。上报国务院，接着上报公安部，所以是由国务院、公安部在下属说，公安部在跟上海公安局说，你要不要处理啊？你要赶快处理。所以是因为上报的中央再交给公安部，公安部再去跟上海市警局叫他去处理这些事情，才要开始抓人，说妨碍公务。所以到12月6号晚上，才在深圳机场。他们2个已经准备要绕跑，所以在机场把2个扣留下来。这代表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原来里外都是共产党的高官，没有中央下令，没有公安部下令，上海市警方也动不了他们。那一番，现在才发现，原来彭博都误会了。彭博误会什么？你以为是市场监督太严才打人吗？其实不是，你真正去看的话，才知道拼多多的背后，竟然全部都是共产党的官员跟红色贵族，每个都有党政军的背景。你看哦，他原本的拼多多副总编辑，他的副总编辑是中宣部的处长。然后拼多多的首席发展官原来是服装贸易师，好，高级副总裁，还有法院、央视的记者，还有人民法院的政治部主任、院长、厅长一堆，还再来是市场监管的反垄断跟不当竞争的执行，原来都是拼多多的公共政策总裁，对，一大堆政府的官员在里面，而且管的都是什么市场监管，要么就是法院，要么就庭长。难怪长宁警方敢管这些人吗？管得了吗？市场监督总局管得了吗？因为他们原本这样的，所以一番才发现，你知道拼多多闹多少案子吗？拼多多被人家检举说剥削中国的供应商，剥削中国的员工，高达20万件的官司都没有在整理，包括在广州番禺，那时候拼多多常常收了把东西卖了，没有给供应商钱哦，所以你看到这些画面，对，供应商跑去说，拼多多你把东西卖了，总要把钱给我们，不要剥削我。其实内卷到完全都不给钱，然后去赌他们也完全不管。还有再来，拼多多还常常发生什么事情，卖的东西粗制滥造一大堆有问题了啊。其实你真正看的管事情发生的事情在这边。管事情的都在这边，里外都是拼多多人，难怪他20万件都没有管。所以有人就说，拼多多被告了多少人？20万个案件，比东方明珠堆起来都还要高。这些案件如果真的处理的话，200年都不一定砸得完。也难怪拼多多这么有竞争力，不给供应商钱，产品有问题，为什么都没有事情？都是中共中央的官员或高层，或者是红色贵族在后面把，因为里面都是同一套人在里面管嘛。所以拼多多完全就是后面有人罩，所以完全不会怕的，完全不会怕。结果这一拳一打下去，哇，原来是这个样子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为什么敢打中央官员、打总局官员，其实还不只是拼多多，是中共官员转任的。现在中国网民把拼多多的事情一拼的时候，才发现抖音也是。抖音在2021年被美国国会调查的时候，跑到听证会的时候，美国国会就透过一个资料叫做中国查数据的平台叫气查查，就查到
字节跳动在北京的子公司有1%的股权，叫做黄金股，被谁买了？叫一个公司叫网投中文。那网投中文就是谁？结果一翻的时候才发现，网投中文就是中共中央，他直接买了1%的股权，只花200万人民币就有了北京字节跳动1%的股权。那这1%的股权叫做黄金股。什么叫黄金股？你知道吗？就是拥有这1%就可以指派3席董事，甚至可以直接否决这家公司所有的决策。所以美国就发现说，哇，原来抖音这家公司竟然完全是中共在控制，透过了叫网投中文，那会怎么控制？原来这1%竟然派了3席董事，我们知道，怎么1%可以派到3席董事？然后再去查的时候才发现，这个3席董事之间其中一个叫做吴树刚，吴树刚是干嘛的？你知道吗？我们要抖音在美国最担心的是什么？你的舆论到底有没有是中共控制的？到底中共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？结果吴树刚是干什么？吴树刚就是网信办的处长，到处去管理什么？我们今天所有的网络文章为什么会被删？火速被删就是网信办的。有些文章的言论到底能不能登，就是这个官员办的。对，结果他竟然就是字节跳动、抖音的董监事，变成我们管理层的高层，就会让人家看到，原来不只是拼多多，原来抖音一样，都是中共官员在里面早就介入了。他其实就实质上是可以控制字节跳动。而且我觉得里面最可怕的是什么？这个吴树刚，你刚刚说他到处去宣讲，你宣讲就算了，他竟然每天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。全国网信的习思想不断给你灌下去，所以美国最担心的是什么？抖音到底是不是有被中国控制思想？事实上，从这些可以看得出来，抖音的思想其实中共就派人直接在里面，而且是直接网信办的官员在管理这家公司，跟拼多多我们今天看到一样。市场监管局要去管拼多多，结果发现市场监管局的人全部都是拼多多的高阶主管转过去了，也难怪他敢去打他。好，再来有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从拼多多到抖音，我们才发现，怎么其实都是中共官员或红色贵族来转来转去，变成任职一家公司。还有一家公司也是现在让大家证明看到一件事情是，他发现整个中国其实也都是共产党的。我们讲娃哈哈集团，娃哈哈集团最有名的是，大家都以为他是民营企业首富的宗庆后创办人。那宗庆后一时我们那时候不是讨论吗？一双布鞋啊，生活过了拮据吧。结果11月27号的时候，他的女儿号称是国民老婆，因为全中国人都想娶了她，因为她是中国女首富嘛，娶了她你就会变成全国最有钱的人之一，我就变成人生胜利组了。对，人生胜利组。然后他老爸就成为国民岳父嘛。他结果现在反而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哇，这个全中国最大矿泉水公司还是共产党啊！因为11月27号，钟富丽他女儿他老爸双脚一蹬一生之后一死之后，董事长竟然换人，换一个许思敏。结果你一查许思敏才知道，只有31岁，他原本在娃哈哈集团是做什么？只是个法务专员。原来他什么都不是，只是杭州市政府国资委派来的官员就直接接手这家公司。他才31岁，接掌这么大的集团，对，全中国最大的矿泉水公司，全中国首富。结果就证明一件事情，原来娃哈哈根本就不是什么宗庆后家族了。其实杭州国资委有46%的股权，中家其实只有30%，然后员工持股24%。那整个公司整个真正的股权最多了还是杭州国资委。那杭州国资委是怎么要求钟富丽把他下台呢？10月的时候就有一期新闻就看得出来，纪委就出手了。纪委做了什么事情？他就调查他的心腹袁协峰到底有没有贪腐。那一调查之后，钟富丽这样就吓坏了，赶紧10月调查，赶紧11月27号怎么样？持续董事长乖乖的把娃哈哈集团交出去。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也看到一件事情是，原来打人事件是假的，整个共产党控制整个国家，整个所谓的你支持的什么出海四小龙、中国新创，原来全是红色贵族控制的。中国没有什么是真的，共产党拥有一切才是真的。钟哥，现在中国什么都是共产党，司法也是。你看到这一幕，有多少人跑到了辽宁的沈阳？在所谓的包公祠、包青天前面，你看到这个画面，司法不公啊！对，没错，赵尔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他们中国流行什么？流行到开封的包公祠前面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们曾经听过一个这个开封有国包青天，铁面无私，怎么样？辨忠奸。对，好，因为什么？太多中国的网友或者中国的民众呢，受到司法不公啊！这是啊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。
你看，他说希望当代有个包青天呐、为什么？包大人你在哪？冤枉啊！他说什么？他说呢，因为辽宁沈阳的这个他是辽宁沈阳人，遭受到司法不公，这辽宁沈阳的判决呢是对我不利，所以他就说，因为我们被这个司法欺负，所以他们一堆人，你看他们跪在这边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，包大人冤枉啊！他们说，你看包大人你在哪里呀、期望当代有个包大人你在哪里啊？冤枉冤枉，就这样，然后他们就是含泪。在那边申冤，没有鼓可以让他们挤，不然他们一定在那边击鼓申冤。然后马上就有人来了，这边不能拍啊，不能拍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在这边这样的话，好像会造成大的影响，而且这在网络上就这个大家说，还真的是这样。你看他们就说冤枉冤枉，包大人来哪里啊？冤枉啊，请您升堂啊！这样一个说，那当然很多人在那边看嘛。好，那我想，那你看他们就说，他们还有人这样，这还是别人哦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现在很多人遭遇到司法不公。你看这是个女子。他在开封的这个包公祠里面跪下，他举了这个黄标纸，黄标纸就有点类似要上奏这样的一个感觉啊，上奏给这个包公这样。好，你看，然后旁边的游客在那边掉眼泪，就说他也太惨了吧，这样子的一个状况。那你看，很多人就在那边，你看开封府跪哭越来越多啊，然后就有人就说，你看巡视组不是他们中纪委要巡视各地方有考察民末吗？他就说应该这边设一个办公室啊。对不对？然后唯见民女堂下院，不见当年包青天啊，好惨哦！所以呢，这个很多人在那边这样子，这个跪求包青天，好，那因为他们在求什么，我们并不清楚。但是之前有一个案子哦，这个案子事实上是引起中国网友的讨论。这是这个去年3月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女子，就这个女子，她到这个包公府那边哭。他在哭的时候，因为后来爆红嘛，那就有人问他说：“你在那边哭什么哭啊？你到底有什么委屈？说给咱听听啊！”他说什么？他说我自己明明在辽宁昌图县呢打官司打赢了，他打赢很好啊。然后法院执行的时候就虚作假哦，然后放跑啊，已经被查封了这个财产哦，然后让被告将冻结财产自行处理哦，然后执行局长还以这个调查名义拖延这样的状况哦，就原本我应该扣查，譬如说张兆尔你欠我钱，我扣查你的这个房地产，但是没想到好像法院在拥护他，让你可以脱产说那我就没办法拿到了，然后他问这个所谓相关的执行处，就说没办法，我们就是执行有困难，我们 delay 这样状况，所以导致他这样的损失啊。而且你知道他多惨，他已经被弄到家庭破碎、身无分文。对，他是不小心走，来到这个包公祠前面，对，双脚一软，对，就跪了。对，没错，他真的太冤了。对，没错，就如赵和所说，他被搞到，因为原本应该收到的钱没有收到嘛，就家破人亡啊。对，然后就来到包公祠，原本只是想来这边观光一下，对，就没有看到包公他自己这个心从这个哽咽，然后就这样就跪下了，就跪下来了哈，就这样跪下来。结果跪了之后，爆红啊！爆红之后，全部人都来这个地方喊冤潮。对，就因为他大量的仿效之后，后来导致怎样啊？这些文章后来都被大量删掉，就是很多人去包公前面 po 这个文章，然后就在这边，然后就把你删掉。你看这很多人去啊，然后很多照片、很多影片，你上去了，中国网信办就给你删掉。但是还是有非常多，因为去那边哭的人太多了，包大人这样，所以现在如果这个中国在播这个包大人剧的话，一定又是爆红。好，对。那我跟他讲，我们说了，中国很多民众目前为止真的是遭遇到非常悲苦的这个状况。我们不是说吗？这个当时孟晚舟回到中国的时候，不是有带这个电子脚镣？他在这个所谓有带这个电子脚镣，在这个所谓加拿大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跟他讲，这个柯文哲也有带啦。不过我们就跟他讲，事实上现在你看咯，中国的网友都说什么？你用电子脚镣好像给我们所有的老人在戴，为什么这样说？我看他们就说这样子。这个中国的这个环卫工人，就是他们的这个清洁工人哈，就没想他们都有带一个智能工牌，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你要戴在你的胸前哦，好，戴在你的身上哦。可是问题是赵尔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智能工牌是要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它可以追踪你啊，就是你现在位置在哪里，你只要有这个智能工牌的话，我就可以追。你看这是这个追踪人家的历史轨迹。你看他就跟你说你怎么走啊？你今天怎么走，就这样子啊。这不就跟电子脚镣一样？对，没错，因为他可以判断。他判断你们什么工作的认真度，你手脚慢呢，然后走动的频率慢呢，然后后台会直接说你就是偷懒，然后这个停留超过15分钟就扣100块，那没带工牌来上班的话，直接罚300块，那去个厕所啦，在树荫底下乘凉都会被记录下来，所以这不是你的
一天的一举一动全部都被知道了吧？你看，他就能看到你的所有的位置这样一个状况啊。你看你的位置在哪里啊？什么，我都知道你的状况啊。绿色点点完完全全都会知道你人在哪。对啊，你有没有偷懒？你停留很久，是，他可以直接跟你讲，你不要偷懒，我要罚你钱。对，没错。当牛马也太可怜，这是更惨的牛马。没办法，好，那你看为什么我们这样说？这事实上不是今天才有。你看，这是2021年的时候，山西一个环卫工人，他就说，你看我丢失了我的这个环卫工牌。你要赶快帮我捡啊！不帮我捡到的话，那我就完蛋的一个状况。所以你看，还有网友去问说，你看深圳的环卫工人上面带这个所谓的定位器吗？当然有啊，他说安装有重力感测的这个相关的，可以这个感应这个你那时候手脚的这个动作的标准啊，还有这个相关的流程啊，都可以知道。所以呢，这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件事哦，这是 AI 里面问出来的哈。那我们跟他讲，除了带这个所谓的它相关的这个定位器之外，那这样。我们知道前一阵子中国不是有拍那个所谓的沿途的风景嘛，就在讲说，哎呀，我们外送员其实沿途上面来开车、骑摩托车的时候，也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风景，在唱好这个外送员的工作。就没想到，这几天的时候，你看他们又说什么？你看有一个这样，独腿外卖小哥雨中拐杖送餐，然后蹒跚奔跑的样子，令人家动容。这样，人家都没有脚啊，对，还送餐，你说。奔跑的样子让人动容。对，然后网友心疼说：“你送慢一点啊，我可以多饿一点这样的。”那好，做完没多久之后，这样子出来之后，大家就开始一直骂。我怎么骂啊？你看，因为这个有人就骂，你看他说什么？你真是这个说，因为不团结什么一大堆，大家就说你就给他养老金嘛，对，你就给他一点养老金嘛，对，你就给他，因为什么？他说对人民日报首先爆出口，他说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？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？对不对？那送给养老金很难吗？拍个视频在这边自我感动啥呢？就这有什么好感动的？这其实就表示他很惨嘛，对，他很惨的话，你国家因为养不起他嘛，你给他一点养老金嘛，对。然后另外你看还有沿途风景，对，因为下面的一堆，然后他就 po 了这个文章 ，po 了这个，他说因为有一个外送员被撞的时候呢，然后就是很多网友在那边说，你看这么惨，然后就有人故意用沿途的风景展开，然后大家就开始骂央视。这样一个状况，对，骂央视跟人民日报。为什么会讲风景？你看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人，对，他上面竟然就给他写“风景”两个字，你到底在干嘛？结果现在这边新闻出来之后，大家把人民日报整个骂翻了。对，就是因为他们当初有沿途风景这样的一个文章，好，大家就非常的生气。好，那我跟他讲，事实上现在除了这个外送员之外来说哈，因为中国经济显然是不太好嘛，对。那这几天呢，就有这个国台办跟我们这个相关官员呢，有点这个在大吹够这样的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赖清德总统不是接受媒体访问，就说愿意帮助大陆面临的这个经济问题吗？那国台办马上就开炮，信口开河，自不量力。他说，估计今年这个台湾的这个 GDP 还不如中国的许多省份的 GDP， 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这样的状况。好，就没大声哎，就没想到大家都开始就来了。你看，我想去台湾打工啊，在广东我快养不活自己了哈。赖总，我需要这个月薪5000双休啊，每天工作8个小时啊。赖总，我真的需要帮助啊。大家都开始这边讲哈，一直讲。那派我过去谈嘛，谈不好我绝对回不来。我这里面最可怕的是这个。他直接写赖书记感恩，帮我好吗？是，现在是中国网友反而下面一大堆说好，我们需要你帮忙，大家都说跪求啊，或者希望你来帮忙一大堆。好，但这是我们之前截的留言，现在这些留言都被删掉了，所以你已经看不到这些留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留言这个中国官方不希望看到啊。下面你看，你原本要说这个台湾不自量力，结果没想到下面反而说，我需要帮忙。好，那我们跟他讲，那这几天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说了吗？中国现在都是翻墙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除了这个国防部翻墙之外，在外面设这个 X， 对不对？然后另外现在还有这个，在这个中国军网，他8月就开始已经抛出，在这个 X 上面有这个中国军网。哈，那中国你看，他们就看。你看，这是中国国防部的这个第一篇文章，然后中国军网就有非常多文章都已经抛出来了哈，他们分享中国军事的相关的故事哈，就赵伟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没想到这个评论区，就是这个中国军网或是 X 上面的评论区，现在变成全世界大家都在那边这个疯狂的留言。对，为什么？你看啊，你说他的 X 变成了世界大战的战区，大家都去骂你啊，大家都骂你，因为。大家都没办法，因为世界各国没办法到中国去骂你，因为你把它删掉。就你出来之后，大家开始骂你，所以你看，抖音来说，就把这个相关的这个状况来说，就把它就有人发到抖音，就说你看这个大家这边论战了一大堆的这个状况，然后还有什么习近平什么时候下台一大堆，
就一大堆，那军人必须效忠宪法，不是效忠习近平。哎，对居然在下面这样讲，哎。他直接讲非常白，这不是抖音，我惯着你，对你傻傻的。对啊，没错啊，就说你看你还敢出来开这个 X， 大家开始把你灌爆的一个状况啊，对。然后你看专程过来发张图以表示庆贺啊，然后中国网警提醒你这个翻墙违法，如果连中国的法律都不知道，不愿意遵守的话，那还谈你呢什么爱国心？他就说连你国防部你都翻墙啊，这是违法的啊，好这样一个状况，这样，所以你看事实上中国网友也说这个真的你在搞什么？你是带头违法的一个状况。好。那我觉得事实上这几天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台湾不是禁了中国的小红书吗？对。然后这个当然中国国内马上就批啊，就说啊，你那个反诈为民，实为反民主啊。就没想我们记者不是就问他吗？哎，你刚才评论因为治安啊诈骗进行这个小红书是反民主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中国方面一般民众也需要翻墙才能使用脸书 X 平台，那你怎么看？许多中国大陆机构开始在脸书平台设立账号，那中国大陆有考虑让一般民众使用脸书吗？对，就这样。结果没想到，你看这个他们的这个陈冰华就开始尴尬了，他看稿了，就开始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因为这个问题显然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就开始结巴鬼打墙，然后有人说，哎呀，民进党内所有理由是在岛内根本没办法服众啊，那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受到党内强烈反对，我们支持依法依规的状况之下使用各类平台，这样就这样讲来讲去，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他被我们台湾媒体 KO 了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所以我就讲嘛，你这样讲，那我们就说，那你这个 X 平台或者说这个脸书，你也可以让他们使用啊。所以我才说嘛，其实中国目前为止来说，很多中国当局的做法，显然一般民众也不见得会认同的一个状况。宇轩，现在中国最大的麻烦是什么？经济问题。经济问题的时候，最主要是房地产出问题。房地产出问题就是烂尾楼出问题。结果现在没有想到烂尾楼真的有解决方法，竟然是我们之前讲过的短影音、拍短剧，它真的可以救。以前我们讲说中国叫做基建狂魔，他们曾经创下全国42%的融资全部用在房市上，你就知道多可怕。但现在呢，因为房市垮了嘛，结果没想到他们要搞另外一种基建，叫做注意力基建。叫做注意力基建狂魔来取代基建。什么叫注意力呢？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去到便利商店的时候呢，像我最近的照，常常看到有人在滑那种直视的影片一直这样滑，一直滑，然后欲罢不能。结果中国现在说用这些方法，用这些直视短影音来解决烂尾楼。哇塞！对，你知道怎么解决吗？那我们就很简单嘛。最喜欢拍的是什么？这种直视短影音，什么狼人啊，什么霸道总裁啊。那霸道总裁需要什么？一间豪华的办公室，而且不止一间豪华的办公室，还有什么？一整栋大楼。所以他把过去像河南新郑的地方，原本这一栋一栋呢，全部都是烂尾楼，就你知道他把它打造成什么吗？变直视影音的影城。所以你现在看到尾楼变影城了。你现在看到有没有美轮美奂，像是摄影棚里面然后呢有人拿着这个类似相机啊，然后呢是在拍片，还有打光啊。不好意思，这以前全部都是烂尾楼，他把它改造成叫做什么？聚美空港的竖屏电影机点。竖屏就是直视的这种我们讲短影片，所以呢，他们现在大量的去进驻在这边，因为发现说，你盖的那么大，那么好，又那么漂亮，而且呢都是全新的，虽然说呢都已经烂尾了，但是我们只要稍微给它洗压给几类，全部都看不出来嘛，甚至是呢像这种过去乏人问津，连买都没有要买的烂尾楼呢，现在要排队，你呢想要租到这个片场，对不对？要排10天。而且这也太夸张，这个地方每天要接待8个到9个剧组，对，在这边，你又说可以排10天，也难怪，这个标题“短剧救活烂尾楼”，事情已经到了离谱，太离谱了。我用台湾人习惯的说法短剧竟然能救烂尾楼，事情已经逐渐母汤了，越来越母汤了，太奇怪了吧？怎么他这个烂尾楼拍了700部各位不是说700支是700部。烂尾楼的短影音，它是一整部剧。比如说，我是清洁阿姨，竟然爱上了总裁，但是没关系反正有人要看嘛。像西安呢，有一个叫伏羲影视他就是干嘛？他用写字去改，他们真的很有创意。然后说，而且很方便因为这边有住宅、有医院、有学校、有酒店所以呢，原本这些呢都空荡荡，对不对？但现在变成70几个场景专业让我们用，因为以前是需要招商引资嘛，但现在不用，有一个框架，你看，哇，有一个帅气的欧巴，然后呢撑着一只红色的雨伞，然后呢帮这个女的，哇，还有跑车来到现场，那你知道吗？他们甚至狂到什么地步？他们的剧名就叫做“重生之我把烂尾楼卖出个亿”。
那赵，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个剧情哈。对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在自嗨自爽了，自吹自擂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意思说，原本主角呢为了要救他太太，然后得了罕见疾病，所以救不了，救不了之后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找一了百了，没想到死了之后转身之后呢，他竟然没死，所以重新活过来之后，他都知道这里的楼盘会涨。这里的楼盘会跌，所以呢，他转身之后开始去买那些原本的烂尾楼，大发利市。我相信你慢慢做梦啦，卖不出去就卖不出去，所以他干嘛？就自爽自嗨嘛，拍的给自己看的嘛。那现在这种狗血剧情哦，来，各位不夸张，你知道他一年有多少产值吗？现在是500到700亿人民币，对，但是预计哦后年会到1000亿人民币，所以知道吗？这个我们讲的，你说很荒唐的这些短剧，搞不好真的救得了这些烂尾楼哦，因为它的营收也是非常大，至少缴利息也可以嘛，所以它的商业规模现在持续的一直在增加当中。那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？更可怕的是哦，他们甚至呢旧的还不行，他们说要打造新的，本来房子已经够多了。他说：“我直接再盖一个专门给你拍这种短影音的，这是谁？绿地集团，就是那个恶名昭彰哦，仅次于碧桂园的绿地集团说，我们现在呢跟石头布这个我们讲的短界的这个我们讲街头之后呢，我们要做一个大型的空间。”预计未来将拍1000部左右的一个短剧，而且呢，它这个孵化育成、拍摄、制作、孵化全部都集于一身，然后还找了一堆厂商。不是他盖了一个基地，你不如先把你之前烂尾楼赶快盖完，赶快交屋。过去的事你还想诓钱？过去是让它过去了，我们要做了要翻篇啊，那个烂的就烂了吧啊，我们盖新的，真的，但一烂一堆，然后他说就叫巨影烈，非常有吸引力，巨影烈。所以很好造，他就搞了2栋，一栋呢叫绿地千禧，哇，金碧辉啊，一个叫做绿地中心。我讲这2栋都还没盖，哦。他是说我未来预计要盖，然后我要把这些影剧产业呢全部到这边。那很多民众心里就想说，整把火嘛？为什么？他说这是我2022年买的烂尾楼，2023年我妈妈已经去了天堂了。房子还是没有交，然后你还有钱，还有时间，还要搞这个，然后呢，7期工程停工2年烂尾，所以他等于是说过去这些烂账哦，就把它摆在那边烂。那反正我就去搞新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剩下我问你哦，各位，他短影音赚的钱，你知道要干嘛吗？他搞不好连利息都不缴了，反正那一篇就直接翻篇，我就放在那边烂，反正房子这边烂，我利息也不缴，就随便呆账，我直接开启我新业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像恒大最近也开始搞出这种生意，一模一样。他说：“哎呦，我这边已经是盖好的哈，有1000亩的土地，原本你看到河南郑州这边叫做养生村，结果没想到呢，真的非常养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真的都没有人啊，空气清净啊，鸟语花香，然后鸟无人烟，马路上都没人，然后呢，只是勉强真的完全都是空的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对，然后后来呢？现在我们讲哦，也摇身一变，你看这么大的城，对不对？我讲一个东西你就听懂了，中影文化城。”它就变得像中国了，我们讲的叫中影文化城，因为中国是不是很有名哦？有那个叫做横店，他说呢，我们这边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叫做小横店。你听不懂横店没关系啊，就好莱坞，它就是小莱坞啊，直莱坞哦，随便你什么屋哦，屋都可以。他就跟你讲说，把这个盘下来之后呢，开始在打造。我看到这个，我整个火又上来，知道？他说花了2亿建造，8000万装修，而且呢，把这个短剧商直接把它盘下来，所以代表说，哇，你看。还有钱再重新洗牙给，还有钱呢再重新去装修，所以它代表说他们其实还是有办法去处理的嘛。但是弄完之后真的是美轮美奂，因为很多剧组都在现场，我们讲大打出手。对，为什么大打出手呢？因为这场景太美了。比如说呢，我今天10几部剧同时要干，还有这一种车子吊钢丝的。对啊，说我跟你讲大成本啊，特效啊，你跟我讲这个只是短影音，为什么他愿意花这么大成本吊钢丝？一个男子在上面，然后跟你讲说在那边拍片短剧拍摄，因为像我最近去到超商，真的我就看到每次有些阿伯啦，有一些大哥啦，有些大姐啦，他就坐在那边看。那我想他看什么呢？大概我们讲的90秒一支哦，看完之后他滑到下一支，好想知道剧情哦，然后我10块钱就付下去，我付费了，90秒10块钱，你觉得贵不贵？很可怕，它这个吸金非常可怕，所以才我们刚才讲说，跟你讲说它的产值到1000亿人民币，但是为什么我跟你讲说它过去的旧账也是要翻篇呢？因为你要看官方的态度。现在呢，这是人民网最近中国共产党直接跟你讲说，2026经济工作呢传达强而有力的讯息，但我先不让你看今年，我先让你看往年。2024年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说稳住楼市、股市啊。那2023年他说什么？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，推动建立房地产并发展新模式。代表说，对于中国来讲，房地产这个火车头很重要嘛。对，一堆烂尾都要维稳嘛。就2025年，来，赵好，你猜怎么着？完全没有房地产3个字。
完全都拿掉了，提都不敢提。所以他直接摆烂了。对，我放推了。对，我们就装作没有这件事情说，国家经济发展高质量，非常的稳健，同比增长非常强劲，社会主义的持续落实，总体平稳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整篇看完之后，你会发现全部都是形容词，电动车也烂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楼房啊也烂嘛，啊，这个 AI 啊也烂嘛，啊，半导体啊也烂嘛，啊，什么都烂，干脆什么都别提了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他们现在会允许说，你对于过去这些呆账都别处理，赶快把它去出租给新的这些执事营？我更会讲最后一个数字就好了啦。你今天讲说，我们讲执事营应该讲1000亿人民币很了不起，但不好意思啊，中国光是它的房市要去补那个破网啊，一年所需要的叫做1.6兆人民币。所以啊，这个1000亿拿去贴它的利息啊，都还不够。你怎么会幻想说用执事影音可以把房市给救起来？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，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